好，我們持續要關心到的是解放軍現在橫掃在第一島鏈，今天特別來關注，包括先前關注到遼寧號百次起降，還有他們的百艦齊出，都震懾了日本。王毅在這個時候又重啟，他特別提到七重鎖定，警告日本戰敗國休想挑釁。我們今天來關心的3個火線話題，會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是大陸在深夜發布的七重鎖定，針對於台灣的地位呢，要來封死跟日本介入的一個空間。另外呢，現在爆出的是說，歼15鎖定日本的 F-15嘛，那現在有一個說法，東京擅闖演訓區，其實可以把比如說 F-15這樣子的戰機視為是未來的合法標靶嗎？未來任何的戰機只要進來，是不是都可以當做合法標靶？等於是北京發出的最後通牒嗎？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特別關心的是，美國智庫今天特別警告了，他說中國大陸恐怕會先發動這個核打擊，但是現在也有一個說法，他有必要發動核打擊嗎？針對第一島鏈，因為呢，大陸現在早就已經有3航母了，還有05艦隊啊，有需要動用到核武嗎？最後來關心在南海的情勢，美國的伯克級已經闖入到了黃岩島，大陸方面也做了一個反制，出動的是他的052D 跟054A 做夾擊，中方封死，包括了在西湖入口這邊實建立了他的控制區，南海局勢是否會翻篇？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一起的來做關注。好，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在半夜丟出的震撼彈，來看到王毅怎麼駁斥高市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他直接就是明確點出有關於台灣的地位是用7重鎖定，用的是哪一些的合約條款呢？包括他引用的是這個開羅宣言啊、波茨坦宣言，還有呢2758號決議等等，特別去強調鎖定了台灣的地位。那麼我們來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說日本，你身為是2戰的這個戰敗國，你必須要深刻的反省，謹慎的做出你的抉擇。高市想要借由台灣聲勢來發出對大陸的武力威脅，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更驚悚的事情是，海上的行動也持續的在升級。除了我們帶您看到遼寧艦啊、殲15等等之外，中國的軍事專家，這個是張軍社就直接警告了，未來乾脆啊，共軍訓練海空域可以被視為是訓練的標靶，戰機闖進來就可以把它打下來。大使怎麼看？有關於第一個是台灣的地位用7重封死，第二件事情是日本的 F-15擅闖演訓區，真的可以被視為是合法的標靶嗎？國際規則會容許嗎？謝大使怎麼看？這樣哈，這個王毅外長講的這個7重封鎖哈，事實上它都是有根據的啦。那不過就是說，台灣的地位啊，事實上哈，絕對是歸還了中國的政府。哎，在這個1945年是歸還於中華民國的政府。哎，那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立以後啊，它所建立的所有邦交國，那它都有一個台灣條款，都要別人承認啊，任何國家跟它建交，你一定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不可分割領土一部分。有些就是直接講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領土一部分。那1979年，中國大陸跟美国建交也是講這一點，它中文解的就是承認。日本的話也是在它的建交這個共同聲明啊，日本尊重並了解並尊重。哎，所以就變成就是說，事實上這個台灣屬於中國的這部分是毫不動搖的。而今天台灣還實際控制在兩岸共屬一中的一個中國政府裡面，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哎，為什麼呢？因為中華民國它事實上跟大陸好的法律關係來講啊，我們是這個雖然這個現在政府提出一個什麼互不隸屬啊，可你要就從內容來看，兩岸的這個中華民國是高度重疊，尤其在領土部分，中華民國的領土章憲法裡面寫。中華民國的領土從其固有之疆域，固有之疆域就我們過去連今天的蒙古國也是在我們手，也是在我們這個固有的疆域裡面。另外一個，中華民國的內政部，很多国家你对你的疆域，什麼叫固有的疆域？对，那要看內政部公布的地圖。歷來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公布的中華民國地圖，都是把台灣放在中華民國裡面的。而我們還有大陸的所有的領土，我們也沒有放棄啊。
對，所以就法律，我們今天王毅講的是純就是法律，我也就講純粹法律。所以呢，其實兩岸政府是在這個主權，在這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度重疊的兩部憲法。所以就過去很多學者就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嘛，對不對？9·2共識就一中原則，就是因為有這個憲法。那這個憲法，大陸的憲法都有效，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也繼續生效啊。對，那我們在所有的這個跟我們有邦交的國家裡面，我們也從來，中華民國有說要放棄台灣嗎？中華民國有被另外一個國家給取代嗎？也沒有啊。所以呢，這個台灣是屬於中國的政府，這一點是法律上是不可置疑的。是不可置疑的。那當然，大陸講了七個。那因為日本事實上它是無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他是在1972年，他告訴中華大陸說，台灣是屬於大陸的。他是明白的，你去看他那個1972年的聯合公報那個前言講得很清楚。所以那個就是說，法律的人他一定要很清楚。他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了解並尊重此立場，並嚴格遵守波茨坦宣言第8條的規定。波茨坦宣言的第8條規定就是承繼之上的1942年的開羅宣言。開羅宣言裡面講得非常清楚，日本侵占中國的領土，滿洲、台灣、澎湖要無條件歸還給中國。所以日本在台灣的台灣，他已經把中華民国丟掉一邊了。可是他說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是我們不管今天這個兩岸是一個國共內戰的一個延續。可是我們純就法律來講的話，我們必須說中華民國的憲法依然在中國的一塊土地上生效，這塊土地叫台灣。然後呢，這個裡面的有關的這個台灣的地位更清。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台灣。除非有人要把中華民國推翻，對不對？或者說我另一部憲法，這部憲法作廢，沒有啊。所以就兩岸的這個所有的法律文件，還有對外的兩岸的這個兩部憲法對外的法律文件，本身跟其他憲法的發生的關係，包括日本國憲法發生的關係，台灣是屬於中國的。這個不要說7重了，我認為比7重還多。好，這個是大陸的王毅有特別就這個法律來去界定歷史的這個法律來特別去界定有關於兩岸還有台灣的主權問題。不過呢，美國智庫也說呢，如果說我們看到如果不完全使用法律的話，他這邊特別講到說，有沒有可能有一個事情會發生，就是中國大陸接下來如果武統台灣失敗的話，政權受到威脅。美國智庫是這樣說的，他認為說，這個中國大陸解放軍可能會先發制人做核打擊。那又一個專家做了分析，他說：“真的嗎？大陸有需要發動核武嗎？因為他目前來看到軍武上面的戰力，其實已經是足夠來應付了。包括我們看到畫面上這邊列出來說，大陸現在現有的武力，不管是400艘的艦艇、3航母成軍、055還有052D 等等，都已經出動了，還有東風導彈能夠整個覆蓋美軍跟日軍所有的基地。第一島鏈，中國還有需要動用到核選項嗎？那如果真的要用到這個門檻，什麼時候可能會突破紅線？幹哥怎麼看？我實在很想用老百姓比較聽得懂的話來斥責這個 CSIS 它是華府智庫，叫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但他講的話完全不是在專業領域裡面講的。他上個月就已經講了，我有24個結果，我們經過這個推演，不是兵推哦，注意。不是兵推，他們推演出24種結果，就是中國犯台的話，只有2個結果會成功。他當時就已經開始胡說了。他說，雖然只有2個成功，但日本一定會波及，所以說日本是可能會有事的。這就是高市早苗後來台灣有事論的根基，你知道嗎？都是美國人害的，害高市早苗講錯話。所以到現在局勢搞成這麼不可收拾，然
然後最新的說法是什麼？他說，如果中國為了先發制人的話，他可能會先動用核子武力。人類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我再三強調，核子武器不是隨便說就可以動用的。不管烏克蘭多麼的在前線英勇抵抗，可是打到最後，就算是陣地失守，俄羅斯也一樣沒有動用核子武器。你知道為什麼？因為這是觸犯了戰爭罪跟人類罪的。除非兩國真正交戰，除非真的不訴諸核子武器而不能得到結果的話，其實通常像這樣子的研判呢，都認為我們覺得像是打高空的感覺。那所以說，你說這個 CSIS 它為什麼會下了這樣的結論？我不能理解，絕大多數的專家都不會理解你會有這樣子的推演，就說中國為了先發制人而先動用核子武器，動用核子武器的代價是什麼？不用我們多解釋。而且老實講一句，中國現在的核子武力已經達到500枚彈頭了，可以摧毀日本20次，還需要用到核子武器嗎？那講到傳統武力，中國海軍現在有400艘可以用作戰艦的船，也就是作戰用的船，還不包括後勤以及支援艦。所以說，在400艘的規模之下，已經超過了美國海軍的300艘了，300多艘。所以美國海軍在短期10年之內不會再增加船，只會減少。中國穩坐全球第一。當然，日本的金剛級神盾驅逐艦是我們必須要忌憚的，因為日本的神盾艦說句實在話，它的水準是世界一流的，它可以跟我們055大區相比。但是在質跟量的日益懸殊之上，日本是沒有辦法遂行一場傳統戰爭的，它沒有這個能力，它也付不起這個代價，所以根本就不必談到說中國需要使用核子武力，因為中國除了核子武力以外，還有剛剛說到的高超音速武器，光是東風17跟東風26這種高超音速武器就夠日本有苦頭吃了。所以我完全推翻 CSIS 這樣子的國際戰略中心研究中心，他們這簡直是痴人說夢的這個結論。我覺得那完全是不可採信的。中國的優勢已經越來越大，只是你要不要承認而已。好，這是來自於 CSIS 美國智庫的最新的說法。那有關於第一島鏈的緊張，除了說美國所支持的日本之外，我們一路的往南走到了南海這邊，美國所支持的菲律賓最近也是很多的事情哦。中菲關係還是持續的緊張的時候，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派出的是他們的駐菲律賓一個新的大使，這位大使叫做景泉，他剛抵達馬尼拉就已經開始動起來，他喊說任務是非常的重的，因為這時候可以看到各種的這個軍事武器。海上軍事武器集結，不管是美國的或者是中國大陸的，美國派出的是它的伯克級的這個斐拉塔號闖入了黃岩島，那中方則是派出它的052D 跟054A 直接壓境。菲律賓海巡更是指出呢，中方的艦艇已經封住了整個黃岩島的西湖入口。那黃岩島海面其實已經被中方給實控，做成了一個封鎖圈。這是來自於菲律賓的說法。到底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在這邊誰比較佔上風？這一次等於北京在對美菲做一些警告嗎？美國這次這個伯克級戰艦的這個培拉塔號，它都是經常往返在菲律賓跟日本的這軍事基地當中來來回回哈，所以它有時候自己一艘，有時候聯合其他的這個軍艦在走，所以呢這次可以看得出來，這次在黃岩島的部分不算是一個衝突啦，但他們就是在那損殘罪，我們要這樣講。那中國大陸當然立刻派出2個052D 跟054A，也都是大陣仗的規模。那坦白講，培拉塔號是沒有。如果真的要動手起來，中國大陸也不會輸。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現在其實中國大陸比較少。對於在南海地區來講，他們應該都常駐了一個815的這個電子偵察艦。每次只要有任何美軍為主的動態，那815人家就是要街溜子嘛，在網絡上很多，一直他就在在旁邊，他也不打你，你也不能打他，可能就收集所有資料。而且每當他靠近的時候，你要知道，美軍軍艦上面連所有那士官兵的藍牙手機都不准用哈，因為那個訊號他都可以全部可以接收到。所以其實要去真的在那個地方，美國可能也要去稍微示威一下，但是每次示威也付出的這個
緊張代價還是很有意思的。當然，其實我們現在主要關注的是中非之間的關係。新的大使到，他當然說這個話叫做雙邊關係不要再惡化。這什麼意思？因為現在已經跌到谷底了，不可能，不能再往下惡化了。我們知道中非關係最近的狀況，我認為要先從一個角度來看小馬可仕。小馬可仕自從今年特別是台風過後之後，整個所有貪腐的部分現在爆發出來。首先有一個流亡在海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議員那他在海外當中直播就指控了小馬可仕他本人也貪污，還煞妝煞影的講究，他自己都還送錢給小馬可仕當然大家都否認，而且主要是最近這小馬可仕的姐姐艾米馬可仕也是參議員，也公開指責小馬可仕吸毒。雖然總統府出來否認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小馬可仕真的是臭得不得了。貪腐的這團隊他雖然都現在也在抓貪腐查貪腐，可民眾不太相信現在抗議一波波。當然我們剛剛講到最關鍵是中非關係，今年這次菲律賓經歷了難以想象，也算是空前接連的這個台風的摧毀之後，中國完全沒有捐一分錢，完全沒有任何像過往的當中救援的團隊或重建的團隊去幫助菲律賓，所以中非這個緊繃的關係真的很像現在中日的緊繃關係，只是一個是更接近軍事，一個是更接近實質的，包括從經貿到軍事全面的斷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可以看待在中非關係上，就是中國現在在嚴肅處理包括周邊關係，尤其第一島鏈當中的兩種模式。我認為菲律賓的模式现在就是小馬可仕果然虽然不是说被中國整的，他把自己搞慘了，但一旦這種小馬可仕自己內線，乃至於未來有可能杜特地家族其實他一旦未來失去執政的時候，那這個部分對於中國來講，可能才是會跟菲律賓會恢復有點友好的關係，而這樣子的模式也很可能體現在跟日本的未來關係上。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